有些人看起来非常自信，甚至有点傲慢，但却对批评异常敏感。一句普通的质疑，一个小小的否定，就可能让他们愤怒、反击，甚至彻底翻脸。你可能会觉得，因为他们太骄傲、太自大，你看到的这些其实只是表面。这里是 Lori 心理解剖室，今天我们来剖析很多自恋型人格最不愿被看见的一种情绪，也是他们心理结构里最深的一条裂缝——羞耻。很多人在和自恋型人格相处的时候，都会有一种感觉，他们似乎不能被质疑，你不能指出他的错误，不能挑战他的判断，甚至不能让他显得不够优秀。一旦触碰到这些地方，他们可能会立刻进入一种强烈的防御状态，比如否认问题，反过来指责你，或者直接贬低你。这种反应看起来像是骄傲、傲慢或者控制欲，但从心理结构上看，这些反应往往有一个更深的原因。在很多自恋型人格的内部世界里，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——羞耻。这种羞耻并不是普通的尴尬，它更像是一种感觉。他们觉得，如果别人真的看见真实的自己，别人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。这种体验往往和早期的成长经历有关，比如有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只在表现优秀的时候才会被看见，成绩好、表现好，让父母骄傲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得到关注。但当他们失败或者表现普通的时候，就会被忽视，甚至被批评。久而久之，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种感觉，只有完美，我才是被接受的。也有一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长期被忽视，他们的情绪很少被回应，他们的需求也很少被看见。慢慢的，他们可能会开始怀疑，如果别人真的看见真实的我，是不是会觉得我是不够好的？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孩子很难真正相信自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。于是，为了避免再次体验那种羞耻，他们会建立一种理想化的自我形象。这个形象必须是优秀的、强大的、值得被羡慕的。只要这个形象能够维持，那种深层的羞耻感就不会被触碰。问题是，没有人可以一直完美，所以当现实生活里出现任何可能暴露缺点的情况的时候，自恋型人格往往会启动一些非常强的心理防御，比如他们会否认错误存在，或者把自己的问题归到别人身上，不承认自己太敏感，而是别人太挑剔，甚至通过贬低别人重新抬高自己。这些行为看起来像是攻击，但在心理结构上，它们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不被羞耻吞没。当一个人非常害怕羞耻时，亲密关系往往会变得非常困难，因为在真正的关系里，每个人都会有脆弱、错误、不完美，但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被看见，关系就会变成一种持续防御的状态。伴侣必须不断小心，不要触碰到那些会引发羞耻的地方，否则关系很容易突然进入攻击、贬低，甚至情绪爆发。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维持对方的自尊，所以很多自恋型人格看起来非常自信，但从心理结构上看，他们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失败，而是被看见不完美。因为一旦那层理想化的外壳被击穿，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那个一直被隐藏的羞耻感。但如果一个人既无法承认脆弱，又极度害怕羞耻，那在真正的亲密关系里会发生什么？我是 Lori， 下个视频我们继续剖析。